中华传统文化，无论做什么都要讲究尊师重道，学佛更是如此，一份恭敬一份加持，没有恭敬不得加持。如果没有恭敬心，相应的傲慢心就会增上。一个人如果傲慢重，他眼里看不见善知识的功德。大家好，我是心远，咱们今天的主题是讲述藏传佛教的史诗五十颂释。此法颂是藏地雪域格鲁派的一代宗师，文殊菩萨化身的宗喀巴大师所造，其中对依止上师的方法做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凡是入佛门的人，首先就是要寻访一位名师，这说明人们已深刻地认识到，上师对于修学菩提正道的佛教徒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一般来说，上师在传法灌顶之前要传讲世诗50颂，使弟子了解师徒之间的利害关系，以免有后顾之忧。密宗各教派都将依止上师放在首要位置。依止上师不只是藏传佛教特有的宗风，对于汉传佛教的学人同样重要。诸多佛经序中口径一致地强调，依止上师是成就的根本。如经中云：当知圣意俱生智，唯一积资净罪障具正上师之加持，依止他法成愚痴。弥勒请问经中亦云：弥勒当知诸声闻缘觉，无上佛陀之解脱及彻见诸法之智慧，皆来自于依止善知识。弥勒当知众生之一切利乐，皆源于自知善根，自知善根亦来自善知识。所以在依止上师这一点上，无有显密宗派的差别。在邪师恶师遍满大地的当今时代，许多人冒充善知识、上师来欺骗坑害众生，以至于令那些头脑简单、是非不辨的佛教徒上当受骗。真正详细观察上师、如理如法依止上师的人实在少得可怜。由此可见，让更多的人学习掌握此世诗50颂释大有必要。声明一下，这里的我是指作者所答及刊部，后面的解释因为时长限制有一些删减，但仅对引用佛经的部分做出的删减。对于总的佛弟子，尤其是密宗的修行者，首先观察上师得法以后，应当依照此论中如说的方式，以一颗虔诚清净的信心，如理如法恭敬依止，以求上师的无上一传加持融入相续，最终获得宏深成就。世诗50颂原文：成就具得金刚萨埵因，上师连足之下敬顶礼。诸多无垢序中所宣说，略而言之，此当敬谛听，得受殊胜之灌顶。金刚上师之面前，十方世界中所著，如来30敬顶礼，以大信心30钟，手捧具花束曼茶，合掌供养于上师，恭敬及手礼其足。在家亦或新僧侣，为断是奸人诽谤、陈设佛经等之前，持禁戒者一礼师，供养做殿身起立，帮助上师做事等。具禁戒者皆当行，不做顶礼断烈士。上师以及诸弟子相同施毁誓言因，是故永事先观察上师弟子之关系。聚会弟子切莫一，无有悲心憎恨害，骄傲贪执爱炫耀，不护根门之上师。稳重平和具智慧，安忍正直无猖狂。乐之密咒序不是，具仁慈心通论点。乐达10种真如意，擅长会化谈成事，精通传讲密宗法，极具敬信根调柔。身为弟子若故意轻蔑如是之上师，则以轻侮一切佛，故彼恒时受痛苦。诽谤上师之弟子，患传染病危害病，中邪瘟易染诸毒，大愚之人依此死，遭受恶王及毒蛇、水火空行与盗贼、妖魔鬼怪中所杀，堕入无间之地狱。何时何地永切莫扰乱金刚上师心，设若愚者如此做，定于地狱受顿苦。佛经真实而宣说，诽谤上师之众生，长久住于无间狱，此等恐怖地狱中。是故一切精勤者，永远亦莫讹言谤，智慧高超不炫耀，贤得金刚阿舍利，称心如意之贡品，恭敬奉献上师尊，以此今后不遭受瘟疫病等诸损害。于自是言阿舍利，男士儿子与妻子，自知生命亦横现，何况不定之受用。无数具之节之中，亦难证得佛陀果。于诸具足精进者，上师即生以赐予，恒时护己之誓言，恒时供养诸善事，恒时亦供上师尊。上师等同一切佛，欲求无尽果位者，自知稍许悦意物，至极真爱物品间，悉皆供养上师尊。供养上师即等同恒时供养一切佛，供养上师乃福田，积累资粮成佛果。具有慈悲慷慨师，借任功德之弟子，上师与佛金刚持，切莫观为一体也。畏惧如毁佛塔罪，师影尚且不应跨，鞋子坐垫成其等，不能跨越何须言。大智慧者以喜心，听从上师之言教，合理之事若无力，秉师无能为力也。由依上师而获得，悉地善趣及安乐，
是故一切精勤者，切莫违背师言教。上师财物护如命，师爱之人亦如是。师之眷属如亲友，专心致志恒思维。坐于高殿与先行，头上戴有围巾等，双足放于坐垫上，双手叉腰皆莫为。上师如若已起身，切莫躺卧与端坐，恒时圆满而精通。此等成事上师事，随意口吐唾液等。坐垫之上伸双脚，轻拍缓捶与辩论。上师之前皆莫为。搓手唱歌与跳舞，弹奏乐器亦莫为。谈论诸多闲杂语，诗文附近切莫为。应当恭敬殿上起，以恭敬心而端坐。夜晚过河恐不图，得许可后当前行。上师能见之眼前，具智慧者身扭转，依靠柱子不应为。亦莫嗔拉手指节，洗足以及沐浴身，擦拭以及搓揉等。首先顶礼再为之，最后亦可随意行。倘若称呼上师名，师名之后加尊者，为令他人恭敬之，言说尊称之敬语。请求上师语吩咐，口中当说谨遵命。双手合十不散乱，洗耳恭听师吩咐。发笑以及咳嗽等，应当用手捂住口。事情成办圆满后，当以柔语做陈述。上师之前调柔住，一等仪表当整洁。双膝跪地手合掌，欲文法等齐3遍。成事一切行为中，当无共高我慢心。知残位具护根门，当以心习姿态主。娇媚姿态等诸行，上师之前当断除。其余类似之事宜，自己观察当舍弃。开光灌顶与火师，摄受弟子传佛法。上师若在彼境内，未经开许前莫为。做开光等所得物，悉皆供养上师尊。上师接受贡品后，其余随意自享用。不设上师之弟子，于上师前当禁止。自知弟子成事己，起立顶礼等行为，供养上师任何物，以及上师赐何物，具有智慧之弟子，应当顶礼双手接，不忘正知与正念。自知行为谨慎者，道有行为越轨时，当以喜心护制之。病人对于世上师，虽未顶礼求开许，以作一切遮止行，具善心者无罪过。于此多言何必要？能令师喜皆当为。师不喜是悉断除，于此应当尽力行。所谓悉地随师生，此乃金刚持亲言。乐知此后诸行为，竭尽全力令师喜。亦乐清净之弟子，已于三宝前皈依。此不是诗50颂，应当师彼读诵也。传授欲学密咒等，令彼堪为妙法器。后当读诵与受持密宗14根本戒，为力随学师弟子，造此无垢之论点。以我所积诸善根，祈愿众生速成佛。以上是50颂全文。是诗50颂是成就具得金刚萨埵因上师莲足之下敬顶礼。对何者顶礼呢？于上师的莲足下顶礼膜拜。这里的莲足是指下身，通过如此礼拜来表达极为恭敬之意。如何进行顶礼呢？依照经典中所说，以3门恭敬如礼的方式起手顶礼上师。为什么要礼拜上师呢？喜金刚第1回第7品中云：昔日无二之智慧。也就是说，上师是成就具无二智慧的金刚萨埵果位的根本因。诸多无垢序中所宣说略而言之，此当敬谛听。忠诚劝告诸位听闻者，对于这里所讲述的依止上师的方式，不仅仅是口头上，而是表里如一，以极大的恭敬心来谛听，得受殊胜之灌顶。金刚上师之面前，十方世界中所著如来30敬顶礼。虽然灌顶有能成熟之因灌顶，能解脱之道灌顶与解脱之果灌顶3种，但此处指的是得受第一能成熟之因灌顶的上师为弟子的应敬处。本颂中的殊胜是指清净之意，即依照序部中所说而如理进行灌顶。关于授予灌顶的金刚阿舍里窍诀岁第5岁中云：金刚即菩提心，宣说菩提心之自性世间出世间之行为者，乃为金刚阿舍里即上师也。以大信心30中手捧具花束曼茶，合掌供养于上师恭敬及手礼其足。作为弟子，应当于上午等30中，在为自己开示金刚成道的上师前，以顶礼膜拜其足的方式恭敬成事。若有人想，那是不是说单单顶礼就可以了呢？并非如此，事先要供养中间放有花束的曼茶，在双手和石前成坐礼，依照恰罗扎瓦的译文供置花曼茶和掌礼其足。如此敬上师则更好理解些。总而言之，要以无比清净的大信心而敬重上师。特殊应敬之方式，若有人想，如果自己是一位出家人，而金刚上师是一位在家人，或者自己是一位已经受了禁缘戒的僧人，而上师是未受比丘戒的一般新僧人，那么自己也要依照前面所说的方式恭敬上师吗？在家亦或新僧侣为断世奸人诽谤，
陈设佛经等之前持禁戒者一理师，在自己是一位出家人，上师是一位在家人等情况下，一般而言，在需要顶礼等时，应在面前摆设经书佛像等，身体直接顶礼三宝所依，而心里观想礼拜上师。因为身体若直接对上师顶礼，有世间人在场的时候，容易使他们诽谤教法，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避免这一点。当然，如果无有所避讳的人，也就不应当这么做了。持禁戒者是指受持出家学处的沙弥等僧人。若有人又想，如果对在家等身份的上师身体不直接顶礼之时，是不是所有的成事都不应当做呢？供养做垫身起立帮助上师做事等，据禁戒者皆当行不做顶礼断烈士。如此上师之前不须做洗脚等的烈士，以及五体投地的顶礼。除此之外的所有成事，据禁戒的弟子都应当尽力而为。那么对上师该做什么成事呢？上师未来之前敷设坐垫，上师到达之时起立迎接，全力以赴协助上师办事、供养财物等成事，都是受持戒律的弟子应该做的。本颂中的勇士是指传授金刚乘教言的上师以及听受的弟子。上师在传授金刚乘教法之前，首先要慎重观察弟子是否堪为法器。同样，弟子在得受教言之前，也需要详细观察上师是否具足法相，通过如是观察而抉择是否应当结为师徒关系。如果未经过此种观察而草率地结成师徒关系，则上师会因为对非法器泄露秘法而失毁誓言，弟子也由于不能守护所承诺的所有誓言而破誓言。正是鉴于上师弟子二者同样都会有破誓言的可能性，所以相互观察了解才是有必要的。在观察时，上师如果发现弟子不能堪为法器，则不可传讲秘法。那何种人不具备上师的条件呢？聚会弟子切莫依无有悲心憎恨害、骄傲贪执爱炫耀不护根门之上师。具有智慧的弟子不能依止哪些上师呢？即从悲心到爱炫耀之间的所有过患样样俱全的上师。无有悲心是指不愿意救度苦难深重有情的，无有悲心者不能堪任密成的善之事。憎恨是指嗔心十分强烈，害指的是言行举止喜欢损害他众或者怀恨在心。骄傲指共高我慢傲气十足。贪执是指爱财如命死抓不放，不护根门及三门松懈不守住学术。爱炫耀是指自己稍有功德，便向他人夸耀显示，应依上师之法相。若问那么应当依止具备哪些法相的上师呢？稳重平和具智慧安忍正直无猖狂。了知密咒序不是巨人慈心通论点。了达10种真如意擅长会化坛成事，精通传讲密宗法及具境信根调柔。稳重是指身体威仪严谨慎重，平和指语言温文尔雅。具智慧到无产狂之间是指护持一根。根嘎酿波尊者在大幻化往事中吟，具智慧即是妙慧高，安忍即是堪忍容纳作害苦行身法。正直是指以清净心善待关爱一切众生。产狂是指诸如贪图名利而引发的贪心痴心，任何一种皆包括在内。对自己的此等过患，想方设法予以掩盖隐瞒，本来没有功德，却装出一副具足功德的模样。无产狂即无有诸如此类的过失。了知密咒序不是。根嘎酿波尊者在大幻化往事中特别着重地讲解了知密咒序不是，是指能得心应手地运用密咒与妙药遣除魔障。10种真如无上瑜伽序金刚藏庄延续。最后一品中云二遮遣仪轨，秘密智慧观降伏之仪轨，四子金刚颂猛修之仪轨，开光修坛城及内10真如，坛城与等持手印姿势颂，做是火施工加行与收摄，乃外10真如。擅长绘画坛城是指在用线条绘制、用彩粉描画方面极有特长。关于此等内容，大幻化网中总结云：稳固调柔具智慧，人如正直无产狂，精通密咒序不是，擅长绘画诸坛城，10种真如皆当知。于诸有情事无畏，恒时喜爱大乘法，彼即称为阿舍利。精通传讲密宗法，按照恰罗扎瓦的译文，精通讲密之上师来理解比较轻松，意思是对传讲密宗道十分熟练，极具敬信。指的是前序中所说的恒时喜爱大乘法，对于总的大乘法门，尤其是密乘极为恭敬，具有稳固的信心。根调柔是指以正知正念守护根门，杜绝于混乱的外境中散漫放逸的行为。具有智慧的弟子所应依止的上师要具备的此等条件，若归纳而言，则可设为悲心强烈，于大乘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对共不共成的经论无所不知，十分精通引导有缘众生的道次第。三门防护恶行诸根调摄5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金刚为木续与戒元续，中都特别强调地指出，金刚阿舍离一定不能犯根本戒，这是必不可缺的一个条件。有些人将别解脱戒视为小乘，而认为它与密宗格格不入。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这是由于他们对佛陀的经典最基本的道理一无所知所导致的。如果没有遇到上面所说的法相样样具备十全十美的上师，那该怎么办呢？修圣义序中云：着世上施功过相混杂，无有何时何地无罪者。详细观察何者功德多，诸善男子皆当依止之。正如这其中所说的那样，倘若没有得到一位具足圆满法相的上师，则当依止功德较多的一位善知识。金刚上师是一切悉地的根本，因此诸多序部中讲述了许多上师应具足的法相，所以想要摄受弟子的人，必须了知身为一名上师所要具备的一切条件，并力求具足这些功德。对诚心想依止上师的弟子来说，也要努力寻找具全此等法相的善知识，即便是未能遇到，也要为将来能被具备圆满法相的上师所摄受而孜孜不倦的积累资粮虔诚发愿。由此可见了知上师的法相至关重要，同时也必须知道所摄受的弟子应具备的条件。那么什么样的弟子是所应摄受的呢？如大幻化网第一品中云：喜爱善法与修行，恒时恭敬上师尊，平时勤供诸本尊。若具此德及弟子，关于应舍的弟子如云：无有悲心怀嗔恨。作为上师应该明白，具有此等过患，以及与前述的功德相反之过患的人，不能摄受为弟子。身为弟子，了知弟子的此等功过后，应当竭力断除过患，具备功德。身为弟子，若故意轻蔑如是之上师，则以轻侮一切佛故，比恒时受痛苦。如果蔑视诽谤具有前述功德的护主上师，那么此人的下场必然是常常感受痛苦。若问如何轻蔑上师才会受此报应呢？故意进行诋毁诽谤之人，必将感受苦果。诽谤上师之弟子患传染病、危害病、中邪瘟疫染诸毒大鱼之人，依此死，遭受恶王及毒蛇、水火空行与盗贼、妖魔鬼怪众所杀，堕入无间之地狱。前四句寄送按照恰罗扎瓦的译文，诽谤上师大愚者患传染病、诸害病、中邪瘟疫与毒物，依此外缘而死去。比较通俗易懂，诽谤上师之人所要感受的果报，有现世报应与后世报应两种。第一颂与遭受恶王及毒蛇之妖魔鬼怪众所杀，说的是现世的报应；堕入无间狱是指后世的报应。其中传染病是指除了瘟疫以外的其他无法忍受的传染性疾病，杜绝扰乱师心。何时何地永切莫扰乱金刚上师心。设若愚者如此坐定于地狱受顿苦，自己的一切所为，任何时候也不能搅扰金刚阿舍离的心，令其心生厌烦。假设有些愚昧无知的弟子扰乱了上师的心，则将于地狱中被煮被焚。由于此种业力十分强大，因而确定无疑要感受果报。般若八千颂大书中说，即使是定业，这里指的是除了依靠上师所造罪业以外的其余恶业，依靠四种对治力也可得清净。后世之果报，佛经真实而宣说诽谤上师之众生，长久住于无间狱此等恐怖地狱中。前文中所提到的堕入无间狱的地狱，经典序部中说是无间地狱等，其中等字包括极热地狱等十分可怖、痛苦剧烈的地狱。所有诽谤上师的人住在那里，于漫长岁月中感受痛苦，彼等之摄矣。是故一切精勤者永远亦莫恶言谤，智慧高超不炫耀贤德金刚阿舍离。恶心恶语诽谤上师的过患极其严重，因此所有的弟子应当尽心尽力，争取做到何时何地永远不诽谤智慧超群、广大贤善功德含而不露的金刚上师，为清净不恭敬之过而供养，称心如意之贡品恭敬奉献上师尊，以此今后不遭受瘟疫病等诸损害。假如曾经肆无忌惮地轻辱过上师，则以万分恭敬之心供养美味神修，并且将自己最合心意的贡品敬献上师。如是而行，前面所说的瘟疫等一切损害不会再度出现。供养所拥有之一切，于自誓言阿舍离难失儿子与妻子，自知生命亦横现，何况不定之受用。关于自知誓言上师，有些人说是赐予自己誓言的上师，有些人说是守护自己誓言的对境上师。虽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此处依照《吉祥圣序大书》中所说，所谓恒时守护自之誓言，自己之殊胜本尊身与意之金刚，即自己之誓言。若想那么包括供养自己做仆人在内，如是令上师欢喜，其原因何在呢？无数具之劫之中亦难证得佛陀果，于诸具足精进者上师即生以赐予。
无数巨之节中，亦难获得的正等正觉果位。金刚乘的上师在即生中就能赐予，因此有必要令上师心生欢喜。如是圆满正等觉果位赐予何人呢？赐予那些勇猛精进、极有毅力的书圣有缘众生。懈怠懒散者未能成就菩提，完全是弟子自身的过患所致。亦赐予中的意是说，既然佛果都能赐予，那么于此生中给予所有共同的悉地，更是不言而喻了。守护三世言之方式，恒时护己之誓言，恒时供养诸善事，恒时义供上师、尊上师等同一切佛。欲求无尽果位者，自知稍许悦意物，至极真爱物品间，悉皆供养上师尊。供养上师即等同恒时供养一切佛。供养上师乃福田积累资粮成佛果，自己的殊胜本尊之身语意的。瑜伽修法即是誓言，对此应当恒时守护。所谓的恒时，现德瓦大师解释为安住于无尽的善法与所护持的戒律中，如不动，为了圆满资粮，应当恒时于金刚萨埵等一切善事前供养遍布虚空界，琳琅满目的内外供品，同样也要敬献上师，因为上师是与诸佛相同的福田。义供中的意思是说，凡供养诸如来的供品，同样也要供养上师。概括而言，已如前所说的曼茶内外所有供品以及一切财物，恒常供养上师，如是而行之功德，恒时供养上师等同恒时供养一切佛陀。圆满福德资粮，通过不断积累资粮，尚可迅速获得正等觉果位的殊胜悉地。至于其他的成就，更不必说了。当然，修行者所希求获得的成就，从无因以及不服之因中不可能产生，而必须依赖于相同之因。所谓的相同之因，即是多积资粮，而资粮也只有依止上师才能轻而易举的圆满。所以说，金刚上师是积累资粮的殊胜福田，具有慈悲慷慨施戒忍功德之弟子。上师与佛金刚持戒莫关为一体也。上师作为积累福德的福田，等同诸佛，因此所有合格的弟子绝不能将金刚上师与金刚持佛观为二体，应当将上师视为金刚持佛。合格的弟子及具足下述功德的弟子，具备大乘根本的慈悲心，无有自私自利的执着，而将身体受用以及一切善根回向诸有情，极具慷慨博施的美德，守护自己曾受过的一切清规戒律，纤尘不染。对于众生的邪行以及苦行无有厌烦感，能忍辱负重。弟子将上师视为佛陀的道理，在诸多序部中均有宣说。于师身影等亦禁止不敬，畏惧如毁佛塔罪师影尚且不应跨，鞋子坐垫成其等不能跨越，何须言？经中说毁坏佛塔属于禁无间罪，践踏上师的身影罪业与之相同，因惧怕这般严重的罪业，尚且不可跨越上师的身影，更何况鞋子等其他的用具呢？大智慧者以喜心听从上师之言教，合理之事若无力秉施，无能为力也。由依上师而获得悉的善趣及安乐，是故一切精勤者切莫违背师言教。大智慧者及智慧广大的弟子，对于自己上师所吩咐的事，应当悉心必力依教奉行。如此而为，并非是不情愿，是以极为欢欣喜悦的心情去做。若想那么，是不是上师所吩咐的一切事都要承办呢？不一定。虽然上师所吩咐的事是合理合法的，但若自己实在无能为力，则将不能做的理由原本清清楚楚地向上师说明。这么一来，虽然未办也无有过失。假设上师所吩咐的是非理非法之事，如前一样将事情的缘由向上师讲清楚，则不必去做。如何对待上师之物品与眷属，上师财物护如命师爱之人亦如是。师之眷属如亲友，专心致志恒思维。每个人都十分珍惜爱重自己的宝贵生命，为使其不受衰损而竭力保护。对待上师的财物也应当这样，不惜代价予以保护。不仅对上师要毕恭毕敬，而且上师尤为爱重的儿子明妃等也要像对待上师那样恭敬。对上师的侍者等眷属，要像自己怜爱亲友一样慈爱，应当恒常如是一心专注的思维。上师能见近处之威仪，坐于高殿与先行头上带有围巾等，双足放于坐垫上，双手叉腰，皆莫为。上师如若已起身，切莫躺卧与端坐，恒时圆满而精通此等程式上施事，随意口吐唾液等，坐垫之上伸双脚，轻拍缓捶与辩论上师之前皆莫为。搓手唱歌与跳舞弹奏乐器亦莫为。这里已用3个半偈颂宣说了在上师所见的地方应持的威仪。在上师面前，不能大模大样地坐在高高的坐垫上，只是于一般的垫上安坐，并未遮止。行走时，自己不应大摇大摆地走在上师的前面，
金刚藏庄延续中云前行与身足，正规不应为在上师前，也禁止头上系戴围巾。金刚藏庄延续第14品中云，头缠围巾持刃杖上师之前不应为。双足放于坐垫上是指在铺设坐垫时，上师未坐之前坐在垫子上，或者上师坐在地面上时，自己却无所顾忌地坐在垫子上，这些都是不允许的。双手也不能插在腰间，依照恰罗扎瓦所译的，双手切莫至腰间更为简单易懂。这里说的不是揉搓双手的意思，因为这一内容下文有宣说，所以是指在上师前禁止双手放于腰间，肘部朝外。上师如若已起身，切莫躺卧与端坐。这两句恰罗扎瓦意为，上师端坐站起时切莫睡卧与安坐，也就是说，上师站起来的时候，自己不能坐着或躺着；上师安坐时，自己不应躺着。横时应当精通侍奉上师的事宜，做事手脚轻柔等方面也要无不通晓。吐唾液等中的等字包括吐痰、擤鼻涕等，以及敷设坐垫时伸脚相互轻拍，以及语言尖锐的辩论，这些在上师面前都不允许做。双手揉搓轻歌曼舞，弹奏乐器，除了在会功等期间做以外，平时不能在上师面前做。上师能闻尽处之威仪，谈论诸多闲杂与诗文附近切莫为。一些无稽之谈，在上师能听到的附近地方不能随意言说，从随意口吐唾液等至诗文附近切莫为之间，大多数在金刚满讲序中有宣说。金刚藏庄延续中亦云：跳舞贪爱语文处切莫为，依止合理之行为，应当恭敬殿上起，以恭敬心而端坐。夜晚过河恐不图得许可后当前行，从坐垫上起立，以及坐着时举止都应彬彬有礼，恭恭敬敬。在夜晚过河以及行于十分恐怖的途中时，得到上师开许后方可走在前面。身体成事之差别，洗足以及沐浴身擦拭以及搓揉等，首先顶礼再为之，最后亦可随意行。无论是单为上师洗脚，还是全身沐浴擦拭身体以及按摩等，事先要顶礼成事完毕后再礼拜，之后可以随意去做自己的事。语言成事之差别，倘若称呼上师名，师名之后加尊者，为令他人恭敬之言说尊称之敬语，在有必要说上师名字的情况下，应当于其名后加上尊者。若想仅这样称呼就可以了吗？不是的，为了使他人对上师升起恭敬之心，还应说一些其他敬语。例如上师的名字叫人亲多吉，在称呼时则说尊敬的人亲多吉大尊者，以此为原则，对其他的上师也将恭敬有加。恰罗扎瓦的译文是这样的，略说比名非可取，名尾加上尊者，称为令他重恭敬故，言说尊称之敬语。平时威仪中断除我慢，依教奉行时断除我慢。请求上师与吩咐口中当说谨遵命，双手合十不散乱，洗耳恭听师吩咐。发笑以及咳嗽等应当用手捂住口。事情成办圆满后，当以柔语做陈述。首先要在上师前诚心诚意地请求说，有什么事需要我做的，请上师尽管吩咐。在上师吩咐说做这件事那件事的过程中，自己要双手合掌，心不外散，全神贯注地谛听。待上师吩咐完毕，应当恭敬地说，谨遵师命。当上师所吩咐之事已圆满完成时，要以极为温和的语气向上师汇报说，这件事是如何办的，以便让上师了解事情的经过。在恭听吩咐以及其他时候，咳嗽忍俊不禁，还有等字所包括的打哈欠等时，为了避免威仪不庄严，应当用手捂口。恭听佛法等时断除我慢。上师之前吊揉注衣等仪表当整洁，双膝跪地，手合掌欲闻法等齐3遍。想要听闻佛法的弟子，在求法时要祈求3次。威仪应当是怎样的呢？在上师前应当断除趾高气扬的神态，言谈举止寂静调柔，衣装穿着如理如法等，一切威仪谨小慎微，毫不放肆。双膝着地合掌祈求。宋词中的等字包含请求、灌顶以及受戒等，因为闻法是为了抉择所有佛法的法相，是故此处也包括听受、灌顶及传戒等。平时威仪中断除我慢，诚是一切行为中当无共高我慢心。知残为具护根门，当以心习姿态住。娇媚姿态等诸行上师之前当断除，其余类似之事宜自己观察当舍弃。以前面所说的威仪为主，在承事上师的过程中，自己的一切行为都不应杂有我慢的心理。我们应当如新媳妇一样，以知惭有愧，敬畏上师以及威仪严谨来约束自己。在为自己世道的上师前，弄姿作态等一切行为均应断除。此外，与共高我慢、卖弄风姿相类似的一切非礼威仪，以自己的智慧做详细的观察，认为不应为的皆当舍弃，饶以他重视请求开许。
开光灌顶于火师摄受弟子传佛法。上师若在彼境内未经开许前末尾进行开光灌顶，火师以及摄受弟子讲经说法的时候，如果上师住在当地，则要请求开许；如果已得上师的许可，则应实行。在未得到开许之前，不可擅自行持。倘若上师不在当地，则不必请求开许。所得供养敬献上师，做开光等所得物悉皆供养上师尊。上师接受供品后，其余随意自享用。在开光灌顶等时所得的供养品，全部都应当供养自己的上师。按照恰罗扎瓦的译文，上师接受所需物来理解，上师从弟子所供养的物品中接纳自己所需要的一部分，剩余的其他供品弟子可随意享用。于上师前不允许他人对自己成事，不设上师之弟子于上师前当禁止。自知弟子成事及起立顶礼等行为，上师的弟子不能摄受为自己的弟子，在上师面前也不能为自己的弟子传法事等。对于不能摄受上师的弟子，所谓的不摄上师之弟子，指的是在上师前不能将上师的弟子设为自己的徒弟之意。上师在场时，如果自己的徒弟对自己供养衣物等，从座上起立以及坐立等，则应当制止他们说不要这样做，身体威仪毕恭毕敬。供养上师任何物以及上师赐何物，具有智慧之弟子应当顶礼双手接。作为一名具有智慧的弟子，无论供养上师任何物品，应当首先恭敬礼拜，再用双手呈现，而且上师恩赐给自己物品时，也要顶礼双手承接。按照恰罗扎瓦的译文，具有智慧之弟子顶礼双手敬献手，更易理解。不忘正知与正念自知行为谨慎者，道有行为越轨时，当以喜心护制之，不忘失一切誓言。具足正知正念的人，不但自己的行为不违背金刚持佛所制定的戒律，而且当看到同一上师座下的道友们有越轨行为时，应尽可能制止，要善言劝告他们不要违背佛制罪，以欢喜之心护助护爱，成为修法的主办。特殊依止之方式，病人对于世上师虽未顶礼求开许，以做一切遮止刑具善心者无罪过。这里宣说了病人无有过失的一些道理。当然，诸如轻辱诽谤上师以及扰乱世心等，以生病为理由，永远是没有开许的。如坐于殿上与先行，仅仅是个别的佛制罪；关待患者则是开许的。身染疾病之人，对于承事上师的所有事，虽然心里想顶礼恭敬，怎奈重病在身，无法承办。诸如在上师前坐于殿上等所遮止的一切行为，虽然做了，但对于具有善心者来说是无有罪过的。若想那么对这些病人来说，是否需要请求上师开许呢？生病时即便未通过开许，也无有罪业，因此不必请求开许。恰罗扎瓦翻译为患病以及世上师顶礼请示的开许，虽行一切所遮是具善心者无堕罪。按此一文解释，对于非病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请求上师开许后做遮止之事，也无有过失。关于无有过失的详细道理，依止方式之设议，于此多言，何必要能令师喜皆当为？师不喜是悉断，出于此应当尽力行。所谓悉地随师生，此乃金刚持亲言，了知此后诸行为竭尽全力令师喜。依止上师之时，不必说的太多，应当归纳依止上师的要点来奉行，一言以蔽之。即凡是能令上师欢喜的事弄清楚后，当不惜一切去做。了知什么是上师不欢喜之事后，尽心尽力断除。依止之时间，意乐清净之弟子已于三宝前皈依，此不是师50诵应当师比独诵也。这不宣说舍弃我行我素，依止上师方式的是师50诵，可以奉诵他人。奉诵的目的是为了使别人不遗忘此诵的词句再三的读诵，进而了达其中的所有意义，并依正之正念而如理取舍。那么施于何人呢？要施于真正弟子身份的人。送给什么样的弟子呢？具备2个条件的弟子。第一，已经皈依了佛法僧三宝，具足不共皈依戒。第二，意乐清净如理发起愿行菩提心。如何堪为法器？传授欲学密咒等，令彼堪为妙法器，后当读诵与受持。密宗14根本戒，若想堪为什么法器呢？堪为妙法器。妙是指诸佛，法是指佛陀详细演说的，能说出珍宝序部以及所说之道次第等，也就是说应当成为听闻修行此等妙法的法器。又想，那么通过什么方便而成为法器呢？通过传授密咒等。咒语梵文为曼扎拉，其中曼是意识之意，扎拉是救护之意，咒语即是救护意识的意思。从何处护意呢？按照现德瓦大师所说，从恶趣三有痛苦与小圣中救护意识。若问如是已经堪为法器后，
首先要做什么呢？首先要做的即是不失毁灌顶时所得受的誓言与戒律，这一点十分关键。如果失去戒律，那么就会断绝获得西地的根本。从此以后，修道以及讲文序不等，就像无有地基妄想建楼一样。所以接受灌顶以后，立即需要守护堕罪与非堕罪的界限。上师宣讲密宗界的所有学处后，弟子必须一清二楚，因为在尚未灌顶之前，不允许完整的听闻密宗的学处。虽然密乘戒有许多，但是与其他不同的有14条根本戒，应当经常读诵这些戒的词句，并将其意义铭记于心，尽可能做到不染堕罪。同样，诚心想学修无上金刚乘的人，得受灌顶后，最先没有了解14条根本戒等的守护界限而不护持，只是表面上说修道讲文序部，这与金刚乘的法理已经背道而驰。因此，为自己着想的人接受灌顶后，应当以守护誓言戒律为基础，再进一步闻思修行密宗法门，为力随学师弟子造此无垢之论点，以我所积诸善根，祈愿众生速成佛。此事诗50颂是为了利益无边的有情，圆无边的菩提而造的。以巴布拉握住此论所积的无边善根，愿一切众生迅速获得佛果。作者为使辛辛苦苦造论所生的福德永不穷尽，并蒸蒸日上而作回向。十方诸佛如何回向，小编心猿意如何回向，这视频就结束了。这个时代很多人都懒得看书，却又书中的内容有需求，所以对此法颂有信心者可以收藏下来市场看看。小编学习藏传佛教20年了，实际上对此法颂也只能说大概了解，所以也借此做视频的机会再次精心研读。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